爱宝和辉宝打架，宋三岁就在门后偷偷仔细拍照。宋三岁这不至于，只顾看热闹的样子，都可以改叫宋老六了。而论劝架，还是得让江爷爷来。福宝因为抢了爱宝的胡萝卜，爱宝要揍福宝，江爷爷心疼不已，生怕爱宝打疼他那宝贝孙女。江爷爷连连呼喊。当爱宝停下手时，福宝又立马反击，江爷爷又开始反劝福宝收手。当江爷爷看到爱宝一直受福宝欺负，总算还手了一次。江爷爷都不心疼福宝了，直夸爱宝打得好。爱宝一边打，江爷爷一边夸。看给江爷爷激动的都直呼英文了。江爷爷是懂如何拉架的。福宝虽然备受爷爷的喜爱，但是论地位，在爱宝这里还逊色不少。因为江爷爷深知爱宝怀福宝和生福宝时的艰辛与不易，所以福宝不应该欺负爱宝。江爷爷除了在爱宝和福宝这里拉架，瑞宝、辉宝这里也经常需要江爷爷的帮忙。江爷爷看到辉宝摇头晃脑的打瑞宝时，怕瑞宝被打坏了，江爷爷就给辉宝从小滑梯上拉了下去，保护着瑞宝不受欺负。但辉宝可是谁也不怕，看到爷爷帮姐姐，就连爷爷一起打，把辉宝推进墙内前侧，将爷爷给瑞宝搂在了怀里。辉宝此时嘴里一定已经鸟语花香了。辉宝生气了，心想这老头拉偏架也太明显了，心想只因我姓宋，姐姐姓江吗？辉宝生气了，离开了小滑梯，自己去到了小亭子上。虽然辉宝这时候小小的，但啥事儿他都明白，这个仇辉宝是记下来的。而相比之下，宋三岁这样躲在门后偷偷观看，也不插手他们母女之间的事情，就显得明智很多了。辉啊，姐姐的手是小苹果味的吗？有这么好吃吗？瑞宝在睡觉，辉宝则在一旁抱着姐姐的手啃个不停。瑞宝将手拿开，辉宝就又抓过来继续啃咬。辉宝可能是在长牙，牙齿痒痒的。一会儿，辉宝眼看姐姐不理自己，也不想让自己咬，于是便从树上下来。这次从树上下来，辉宝又撞见了妈妈产青团的样子，有了前几次对青团的好奇，现在辉宝已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莽撞。辉宝这次则是爬上了小车，啃咬起了小车的挡风玻璃。辉宝牙痒，在四处找东西咬，找了半天，最后辉宝来到了妈妈身边。辉宝表示啃其他的东西都太硬了，啃妈妈更舒服一些。不过爷爷们办公室里的监控也不是摆设，很快爷爷和姨母发现了辉宝的这一现象。这时刚好到了爱宝回家休息的时间，爱宝走了，盛熙阿姨给姐妹俩拿来了竹笋和小零食，给姐妹俩磨牙。姐妹俩给竹笋吃出了珍馐美馔的感觉。等一会儿，爱宝的通道门开了，辉宝凑上前去迎接妈妈，谁知非但爱宝没出来，还让辉宝跑了回去。这下终于让辉宝体验到上班点还可以回家的感觉了。等爷爷们再次将通道门打开，辉宝再次出来后，辉宝的状态宛如早上刚上班一样，突然又有了用不完的牛劲儿，欺负姐姐惹妈妈，丝毫不给妈妈放在眼里。但是爱宝现在也是刚恢复好体力，给辉宝一顿胖揍。看到辉宝想跑，立马冲过去咬住辉宝的皮套，辉宝的皮套直接被爱宝拉变形了。不过辉宝这70斤的体重可不是白长的，一用力就从妈妈口中挣脱开了。辉宝跑了，爱宝又给瑞宝抓了过来。爱宝明显是抓错人了，现在对爱宝来说，打孩子要趁早，毕竟瑞宝和辉宝这成长速度，明年可能就打不过了。如果姐妹俩联手，跑的可能就是爱宝了。不过瑞宝这里，爱宝还没动手，自己就从小亭子上掉下去了。爱宝眼瞅瑞宝这么笨，都没有要动手的想法。乐宝表示，奶爸不给我往木架上放玩具，那我就自己带上去。原本爷爷们以为乐宝的木架玩几天就会腻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乐宝对木架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以前吃饭时还能稍微离开会儿木架，坐在小亭子上吃。今天乐宝直接给奶爸放在小亭子上的竹子带到了木架上，现在乐宝就连吃饭也不想离开小亭子了。而面对这么有主见的乐宝，爷爷们能做的也只有在一旁提醒乐宝注意安全。来到小亭子上后，乐宝防止竹子掉下去，给自己挠痒的时候都要紧紧地抓着竹子。这一通忙活，乐宝总算可以吃了。这鲜嫩的竹叶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，坐着吃累了就趴下。不过其他方面，乐宝最近还是很乖的。例如下班的时候，宋三岁一喊，乐宝就乖乖地从小亭子上下来往家里，给宋三岁搞得最近都没有借口发疯了。而今天姐妹俩这里下班也很顺利，只不过在下班前又委屈了一下南天宝，姐妹俩打闹非要带上南天宝，
这让南天宝每天都想要姐妹俩给自己一个痛快。不过一会儿，圣谢阿姨和江爷爷的声音拯救了南天宝。通道门口传来的圣谢阿姨的声音，让瑞宝、辉宝听到声音后，姐妹俩立马停止了手里的动作。紧接着，江爷爷的声音也传来了。江爷爷声音一来，姐妹俩就开始大步的往家走了。不过爱宝此时还在神游，看来爱宝这里要等一会儿才能回家。爱宝今天又被爱宝揍飞了。上一秒，爱宝还在小滑梯上给自己挠痒，而瑞宝则在小木床上自己玩耍着，没有去招惹妈妈。紧接着，爱宝突然冲了过来，瑞宝紧急抱头，将自己埋了起来。瑞宝这似乎是知道自己又要挨揍了，接着爱宝2巴掌想给瑞宝推下小木床，但瑞宝却很执着，牢牢缩在一团，尽量使自己不要掉下去。而爱宝则是紧接着对着瑞宝一通暴力输出，最后一个暴击给瑞宝拍飞了出去，整整飞出去2米远。瑞宝是扛揍的，瑞宝被拍飞后，接着就爬了起来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瑞宝又重新爬回小亭子，而这时爱宝又跟了过来。瑞宝依旧牢牢趴在小滑梯上，此时正在场外的爷爷喊爱宝不要再揍瑞宝了，会给瑞宝打坏的。爱宝不听，手一抬，瑞宝又从滑梯上掉了下去。瑞宝真是越来越扛揍了。瑞宝掉下来后仍是没有任何的不适，反而还想再次爬上小木床。瑞宝真是越挫越勇。不过爱宝这时察觉到小滑梯下面有动静，便爬了下来。这一次瑞宝直接被妈妈的眼神吓退了。一会儿，依依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营业，福宝的状态很是不错，自然上扬的嘴角说明福宝现在很开心。而乐宝这里则又在释放自己的男友力了，双开门的身姿在树上蹭来蹭去。爷爷们曾表示，乐宝身上掉毛的原因，一部分也是因为乐宝给自己蹭得太厉害了，小树上肉眼可见般的都被乐宝蹭包浆了。别人都是盘核桃，乐宝直接盘大树。辉宝正试图从栅栏里钻出来，但刚好被爷爷抓了个正着。辉宝让爷爷不要碰自己的头，跟爷爷讲，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今天是爱宝采血体检的日子，瑞宝和辉宝这时也刚好在家。姐妹俩探着小脑袋观察着眼前的叔叔阿姨们，心想这些人都围着妈妈干什么。辉宝着急的都快从栅栏里钻出来了。早上圣谢阿姨来到爱宝房间为爱宝放置竹子，听到妈妈吃竹子的声音后，辉宝跑了过来，表示自己也要吃竹子，对着妈妈一通撒泼打滚。爱宝此时没有心情揍姐妹俩，只是长叹了一口气，心中默念轻声的轻声的，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而因为爱宝还在吃竹子，首先进行采血的则是乐宝。乐宝对于这种场面已经习以为常了，而且反而还很喜欢采血，因为这时奶爸们通常会准备满满一小盒的小零食，只要自己听话，这些小零食就都会是自己的。兽医在乐宝的胳膊上找到血管后，很快便完成了抽血工作。这时刚好盒子里的小零食也都喂光了。宋爷爷离开，来到了爱宝房间。宋爷爷表示，这次打算让瑞宝和辉宝在旁边学习一下，有助于以后他们在采血时知道该如何做。而此时的姐妹俩正在黏着妈妈玩耍，在妈妈身上踩来踩去，一会儿要准备采血了。而对于爱宝来说，一样也习惯了采血。爱宝像乐宝一样，看到奶爸来了就乖乖将手伸出去坐好。而姐妹俩第一次见这种场景，只感觉好玩，不断的在妈妈身下钻来钻去，还和摄像师的镜头打招呼。以前福宝小时候爱宝体检时场面就很乱了，这次一下有了2只，姐妹俩左右上下一起开弓，左边在和镜头打招呼时，右边的已经开始试图将头钻出栅栏了。如果不是爷爷及时发现，辉宝整个身子都快爬出来了。就这样，采血工作在姐妹俩乱糟糟的干扰中完成了。爱宝采血完离开，姐妹俩好奇的来到妈妈的采血台上，从采血台探出头，以为只要伸出手就会有小零食送过来。